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大叔中文。好，今天感觉到大叔们特别活力满满，对活力充沛的感觉，因为我们今天来了一位学生吧，对不对？应该可以说是学生哦。这位学生看起来很年轻，而且我觉得啦，看起来很开朗。我爱听。啊，对，喜欢。然后看起来这嗯个年轻有朝气，感觉是很有活力的虽然很女生。年轻，但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人生的经历，所以一会儿我们要采访一下。对没错，我对们对对欢迎安娜同学，欢迎。对，欢迎。我很荣幸来到你们这边，我已经关注你们很久。哇，忠实粉丝。安娜，我看到你后面有写一些中文字，对不对？仁义对礼智信，所以你现在在中国吗？对，我在中国大陆深圳。在深圳。啊，对，那安娜，你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了，因为观众跟听众还对你不熟悉，告诉大家我们要怎么认识美丽的安娜。对，我就是一位普通人。我原来在白俄罗斯出生的，我4岁5岁左右移民到美国，然后在美啊，国长大。嗯，对，对，我还没和观众们说，安娜之前是我的学生，但是嗯，安娜其实嗯学中文没有学很久，但是她整体很流利。对，安娜我讲们可以问一中文很好。下安娜，就是怎么学中文，给大家分享一下对学习中文的经验。为什么对，想学中文呀？为什安么来中娜对啊，国了？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？然后为什么想学中文？然后为什么嗯又去了中国？我个人一直对语言感兴趣，嗯，我就对，是学习语言狂。学习语对，言狂。非常喜欢语言迷，语对，言，对，甚至是嗯想去上大学学嗯习语言学，因为我还对美国的嗯手语，就是聋哑人用的手语也啊，对感对对，兴趣，而且在嗯我老家，就是美国嗯纽约州的北边一个小城市叫 嗯 Rochester，在那里有很多很多聋人。啊，聋嗯，哑人，聋哑对，人士，嗯所以我对手语感兴趣，很有特别兴趣。大的兴趣，对，嗯，所以对，我想去一个大学能多嗯学习艺术还同时嗯学习手语，但是嗯嗯没有那么没有。多选择啊，对，所以我就对，是在我老家，我没嗯有离开老家，这算是一个嗯后悔。我认嗯为是我应该要去别的嗯地方，别的，对，对，上但大啊，是我学，一直在嗯我老家。嗯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嗯没过多久，我就发现那个艺术的专业太贵了，因为爸爸妈妈啊，不会帮我付钱，对，所以我明白，要要靠自己，对，我对，要靠自嗯己，我要上班、学习，嗯还有兼职。嗯最后，我在一个很大的医院当了嗯一个手语翻译。他们有40嗯多手语翻译。因哦，为嗯我们真的有很多聋嗯哑人在那个城市。哦，啊，对，中文，中文，对。对对，为什么到中对，文？对，本来是手语，为什么为什么变成中然后，文了呢？啊，然后那时候，5、6年前，我有一个男朋友，然后他的公司请一个中文老师来帮他们学习，因为他们有嗯另一半的公司就在中国大连那边，然后啊，他们经常要出差呀，去那嗯边沟通，所以他会把他的作业带回家，然后我很好奇，我开始看他的作业，然后我说我要学，我也要学，我不像再过嗯1、2年，然后他会说中嗯文，我我不会。有机会，我不但是会说。我会不会，我嗯有一个机会，我要跟上。所以我开始学习，但是我嗯真的没有嗯认真学。然后嗯再过几年，疫情来了，然后二零哦，二零年疫情来，啊我失业了，我啊很不能做多手语老师，不能做手语的工作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哦，OK，在啊医院我们对，都基没有本上工作，都失业了，对。失业了，对，嗯没有工作了，所以我很着急。
我真的很嗯着急。我记得我哪天他们通知我，我嗯走路回家的时候，我真的很郁闷，我不知道，该我不知道怎么办？怎么办。对，嗯我很紧张，然后我就开始想我应该怎么办。嗯我想要不嗯要回去上大学，又上大学，然后因为嗯我只有学习学位，所以我想要不要硕士或硕博士，士、博嗯，士什么的嗯学位，但是我还是要考虑钱这个问题。我已经把我的学嗯习学位的学费还完了，对，对，还完付了。清了，对，嗯付清了，嗯我不想重新开始钱付嗯钱，哦，之前是贷所以对，款上的大学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在美哦，嗯国很贵，很很贵。贵，对学费很对，嗯贵，非常贵，贵死了。对，我听说在国外有免费的或者嗯比较便宜的嗯，机会可以上大学，对，所以我在对，看，要不去嗯德国呀，嗯或者哦，不同的国对，家。然嗯后我越看越感觉很困惑，压力很大。我要选嗯择，然后我要什么都要安排，要去对，做。有一天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我打嗯开了我的电脑，然后突嗯然想起来了，对，有听说别人去中国可以去中国教嗯英语，很简单。啊，我以为很简啊单，你以为？你以为很简单，哦，后面还有故事哦，嗯然后我说为什么不？要嗯不要去中国一年？试试看，嗯，可以试试看，然对，对，后再想一想上大学嗯的打算嗯，安排。嗯对，我不是在疫情高峰期嘛，嗯所以很难很难。我的对，房间的合同嗯已经嗯快会结束，然后我的嗯房东嗯，不愿意给我一个月的安排，所以对，我就放弃了我的房子，因为我知道我嗯快要去中国，但是我不知道嗯哦，什到么时候？底什么时候对。会顺利到的，对对，因对，为那个时候疫情很严重，应该中国已对。经关闭了吧？要邀请嗯信，要嗯很多障碍，手续，嗯就要办理。嗯，所以结果是我等了嗯一共9个月，9个月快一啊，年，对，快一年。然哦，对，后好久，对很久很久，然嗯，后我一直不知道会不会顺利线。得到签证，对对对，对，对，嗯所以我跟一个朋友住几个嗯月，然后我感觉有点不舒服，继续住，嗯然后我就走了，对，换了朋友，我换了三换次，嗯啊，3个朋友，啊我换了三啊，次，我没有地方住，嗯我把所有的东西放在我另一个朋友的房子，因为他有空间。嗯，然后对，我每对，天上班，因为那个医院嗯已经开了，所以我嗯能回去。每天上班，大家都聊天，就你的周嗯末怎么样？然嗯后我们不能说我没有地对，方住，我不知道我东西嗯，在哪里，我可能明天嗯，要去中国，我什么都不会对说。对对对啊，对啊，好好，你呢？嗯，对，对，压在安娜的心里，先不安娜的说。未来，安娜的未嗯来是不确定的，你不晓对，得嗯中国会不会嗯允许你过去，然后对自己嗯工作，自己的家已经没有了，工作很不稳对。定，嗯，所以你会对，很压力超大的，一定会。嗯我不像我的老板，嗯，我不想让我的老板知道我可能啊，突然离开，因为离开，对，对，因嗯为我不对想被嗯。认为很不靠谱。对对，对，对，不靠谱，是的，好嗯，厉害，不当靠谱。然啊，这个对你自己放在心里，不能说出来，对，但是对，安娜，你那个时候的嗯压力一定很大，对不对？然后很大。你也不敢跟你的爸爸妈嗯妈说，然后嗯，又没有住的地方，所以你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能来能够中国了。赶快去，对，赶嗯快到对中国来，对对对不对？对，嗯因为我知道我快要去中国，嗯我下载了那个大家都用过的、有听说过的软件，就是多邻国，然后我啊，开始学啊，嗯，习中对，文，学习很简单的，而嗯且
不一定是对的。对对，多邻国的然后话，对多邻国，我估计我5个月左右，每天花了50分钟而已学习中文。然后我来中国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会说，除了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甚至这两个单词这个和那个，我不知道，我那时候不知道可以说这个可以说这个，然后那个可以说那个。对，都不知道，所以我通过一个面试，跟一个公司来中国，那个公司是排券公司，会把老师放在不同的学校，就是一个外教排券公司，然派后遣公司，派遣公司，派遣公司在大陆的对外教的需要，对外教的要求比较低，然后他们的需要，更多是在幼儿园。对对，外所以教基本都对外教是在幼儿园，对，对，因为我没有教师资格证，那时候，现在我刚有，我刚刚本周毕业了。中国的教师资格证吗？美国的美国的教师资格证。对，我在结果是我后面我花了一年在那个学习，因为我不想在幼儿园的技术幼儿园。对，拿到一个资质很容易去其他机构，对，其他机构，对，所以我来中国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我还记得我有一天，我中国班主任的同事他们都在聊天，然后我听到他们说的是用一个词非常非常多，就是说那个，对，然后我就这个词有什么意思？那个，听起来很脏，因为在英语里面这个词也不能说，有其他意思，也很贬义的意思，对黑人贬义的词。对，是的，所以我就中国是什么地方？这个听起来好像特别种族主义的国家，对。哎，安娜，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？就是我是2021年11月份，11月。2021年11月。哇，对，所以可以进来吗？那个时候我以为就是完全外国人不可以来中国。不容易，但是可以进来，要请信，什么都要很严格。更多的手续，对，所以我在那个幼儿园替换一个同事，然后他走了，我加了他的微信，然后他给我推荐一个中文老师。对，所以通过他的推荐，再过3个月左右，我开始学习，所以我现在学了中文差不多1年半了。才学了1年半，其实安娜的整体表达水平很高了，对，安娜1年半已经讲成这样，是非常非常厉害。对，很勇敢的说，对。那我觉得我还可以简单的对话，可以，因为我有环境。对，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那个 Duolingo 嘛，然后也提到了你中文的语境，那你觉得 Duolingo 是一个好的 APP 来帮助你作为一个初学者，是一个好的开始的学习方法吗？我觉得会吸引很多，我觉得会吸引很多人，很容易开始学习中文。如果没有它，那就不知道怎么开始，对，不知道去哪里看，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进口，但是入门的入口，对，入口很好的入口，但是我不觉得是很正确的路。可是因为 Duolingo 上来就给你汉字，你不会被吓到吗？对，一开始要学汉字，对，一定要学汉字，所以我从来没有考拼音，我一直在学汉字，我觉得这样才是对，因为我很喜欢读书。对，通过因为好像他们没有解释很多，直接就上来就开始做题和看这个
汉字可能会有的学生可能看了会比较紧张啊。我听说，我听他们说，有外国人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都不学汉字，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。他们会觉得哦，让我容易一点，但是最后他们会发现是很难很难，因为一个字一个拼音的声音有什么意思？比如说一是什么意思？对对对，从长远的角度学汉字还是有道理的。对，所以你觉得还是语境帮助你就是快速学习、高速学习，是不是？真的有很大的帮助，而且虽然我真的讨厌在幼儿园工作，但是幼儿园的语境对我学习中文还是有很大的帮助。是因为你观察这个其他老师跟孩子互动，还是说你跟孩子互动的时候？对，因为我不是坐办公室之类的工作，我是陪着一整天陪着孩子，所以我一直在听，吸引他们的对话，对他老师和孩子们，还有孩子们对另一个孩子们互相，孩子们彼此之间，他们已经会说话了，对吧？他们孩子们对，我现在是一个托班的班主任，你可以想象，我真的很辛苦。2岁多、3岁的孩子，他们可以说话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有的不怎么会，但是现在他们都会。OK，一开始不怎么会说，2岁左右一般有些不怎么会说，有些其实他们都会说，除了我有2个3个在家里讲粤语的不会，因为他们不会普通话。但是对对对，那非常好的条件，因为他们玩什么游戏，然后很直观的，你可以明白他们怎么交流，你可以学习。对，安娜，你刚来中国的时候就当幼儿园的英文老师嘛？那你觉得在生活上，你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？因为你本来是俄罗斯的第一次教孩子吧，我觉得又到了美国文化挑战啊。你现在又到了东方的这个中国的文化，这个文化的冲击一定很大，所以你有什么不习惯，或者是一些第一是文化，第二是我觉得教孩子也很挑战吧，我觉得。对，我刚来中国的时候，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而且我的公司知道我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他们把我放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，然后我住的那栋楼旁边有一个工厂。我现在因为我已经搬家了，我搬到比较方便的地方，靠中心的地方，那边外国人很少，所以他们看见你很吃惊吧？对呀，对呀。我没办法说英语，而且我来中国，我始终都不愿意跟别人说英语，所以我自己选择不住在一个有很多外国人的地方。这里我不知道你们对深圳熟不熟悉，但是这里有一个外国人的中心。大家都觉得我是在那边住，我说我从来没有住沙口，我不会住沙口。他说为什么？沙口有很多外国人，沙口有多好。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住沙口。因为你要说中文。对，我要说中文。我去沙口，连中国人不给我说中文，都跟你说英语是吗？对，会说英语。我有一个户外活动，我喜欢户外。我有一个户外活动群，每周六我们都集合，然后一起去爬山什么的。很好。对，就在沙口集合，然后去别的地方。所以我经常去，我每周基本上每周一次去沙口，去那个有很多外国人的地方，所以我知道。然后在爬山群里面的人，因为一半是中国人，一半是外国人，也有很多俄罗斯人、哥伦比亚人都有。我真的很困难的
说服他们给我说中文，我讲中文，而且是我现在才明白，以前我很生气，但是我现在才明白，我刚来中国的时候，我的中文多难听呀，那他们跟我讲中文很辛苦，他们要高效一点，所以说英语快一点。对对对，但是现在呢，我觉得现在应该没问题吧，但是我还。我们3个上大叔的节目了，你你还有什么问题？安娜的声调特别，我觉得声调特别好，声调蛮不错的。我觉得我声调是我最难的学习地方。因为一般常用的字跟常用的词汇，你的声调都说的蛮好的。当然，除了一些比较少用的词汇了，常用的词汇你的声调都没有问题。主要是语境啊，因为语境很清晰，所以会我们即使声调错了，我们也可以明白。对。你再说一遍，我留一个。被3位大叔赞美的。我想给我的中文老师分享，因为他一直批评我的声调，对，我觉得是对我的声调好，所以我可以。他是为了你好啦，对，为了我好。对。哎，那不行，我是严格的老师啊。因为对安娜她本身她就很健谈，有些人不怎么喜欢说话，但安娜很喜欢说话。因为我给安娜安娜上过课，就发现安娜其实她记得很多生活的细节，她和人分享的时候可以说很多东西。安娜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，她很坚毅，做事情她把她定了一个目标之后，她一定会一往无前的往下走。学中文她也是这个样子，一开始来中文的时候一句话也不会说，虽然学的 Duolingo 没有用的玩意儿，对吧？但是对初学者还是有一点点用，它适合入门，启蒙一下。对。其实我有很多在这里有很多外国人，他们都说我之前学了中文，然后我放弃了，因为太难了，或者说我有一些朋友说我学了，然后我去说话的时候，我说得出来，然后对方别人听不懂，对，听不懂我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想走。但是我经常遇到这个，我现在还会遇到这个情况。我现在还会遇到这个，我说话的时候，然后别人我听不懂，我说好，那我再想一想。而且我发现有其他的外国人，他们都会说，然后遇到一个词，他们不会这个词，不知道，就用英语。但是我不会这样做，我会换一个办法，换一个说法，说简单一点，或者多说介绍。对，很好，就不需要那么准确的表达，就是可以找到容易的词来表达一样的意思。多练习中文的描述能力是很好的。对。安娜，你说。安娜，你现在在中国也是还是在教英文嘛？对不对？对，我现在我还是在教英语，我已经找到了下一份工作，我会去教高中，我会教高一。高一的英文，高一的英文，但是不是学习中国人学习英语，不是一般中国人的学校，就是国际学校，双语国际学校，像建国一样那种。对，像你们中国人学习中文的那个课，语文课，我会教语文，不是。但是安娜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，因为你说你是2021年到中国嘛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刚好是疫情政策开始变得越来越严格的时候，你经历了什么？我很好奇。对啊，因为我好记得这个很好的话题，我突然想起来很多细节，我还记得，因为在美国，我们的文化是把自由放在第一最重要的，是吧？不会限制你，对，不会限制。我还记得在美国，他们不会，他们都说我不愿意戴口罩，我不愿意做检测，我不愿意什么的。但是这是我的自由，对。对，这是我的自由，对。然后在中国，我记得在深圳，我刚来的时候没什么问题，然后突然有一个人阳了，然后他的
老婆在深圳养了他们2个人，在你的小区还是某一个深圳的就某一个是在地就是在深圳，就在就是在深圳城市，那时候传的多快呀！嗯那时候真的，对一对对对下子就很快。对，一下子有2个人，然后整个城市要检测，要做核酸。我还记得因为我们2个人，都在对，对，因为2个人，我就非常惊讶，我非常吃惊，说哦，在美国，我们不可能我们算不上有多少个人阳了，我们已经不管了，我觉得这不能算，太多人，但是这里才有2个人，我们都要做2次核酸，然后我记得我们都很安静，很礼貌，我觉得配合在配合，对，我觉得在美国不可能不会这样子，不可啊，以，会很乱，会啊，人吵架，对，但是在中国真的没什么问题，就是大家安安静静的排队，自觉的去配合做这些核酸。对中国人是比较这种集体主义的，习惯这种生活方式。对，而且是都有二维码，我们在美国没有二维码找到了怎么用那个二维码，所以我们都会扫这个扫那个。然后我当时候我们外国人都很不开心，因为对我们扫不了，对啊，你们都很难啊，又要填表啊，又有弹窗啊，又有各种各样的对，很正式的而且中文，对，而且在深圳这个城市，跟不同的城市不一样，我们有一个系统已经解决了，已经不再用不再担心了。但是那时候真的很烦，我们有一个系统，然后在那个系统里面，政府设的那个系统，他们做的可以填进出你的身份证号码，但是没有地方填进出你的护照。所以那就外国人就完了，用不了外这个系统，国人对啊，真的用不了。但是每个地方都有场所码，我们扫不了对，场所码，因为你们没有这个对，中国人没有这我的们可以号码，对，自己出现我们的健康码，这样我们可以做，但是扫场所码不可以，我们扫不到。所以，而且深圳的政府他们都知道，然后会通知，但是有很多那个保安，有那么多保安，他们都不会一直在看通知，然后他们可能又换工作，换一个保安，然后他们就说你要扫这个码，要扫这个码，然后说我扫不了，这是我的健康码，但是他们要跟踪，所以我们要扫这里的码，不能就自己的码随便太乱了，对，因为每个城太乱了，市啊，每个省啊都有自己的这个规定都不同，规定和管对控措施，所以对，就可能他所以们在制作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外国人，就是没有没做的人性化，对，真的。然后因为我们找不到码，然后扫码就发现一个不能一个红色的不可以这个标记。我那时候幼儿园的同事，因为我们幼儿园很少，只有2个外教，他连自己的房间都不能进出。因为小区的保安不让他进去，然后他报警了，报警说我们帮不了你，没办法。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疫情最大，什么东西都靠边站。那你当时没有就是说我要回去，我不要继续待在这里了？想要回美国了，会不会那个时候？会也没有，不会啊，因为这点说实话，面对生活，这只是生活一些。我是觉得对安娜而言只是一些小问题啊。我刚出发了，太早放弃，太早放弃。这些还是说忍一忍。那个时候肯定不可以去爬山了，因为要有各种措施，然后有些地方又进不去。对，我可能会觉得比较受打击。真的有一次，我记得我们的学校，深圳的学校。应该是中国的学校，深圳的学校都关闭了，停课了，停课，对，都停课了，封了，然后结束到3个月，第一月我公司还是按照法律
会给你发工资，工资但是对会发对工资，然后第嗯2月、第3月不就没有了不再发了，我没啊有。嗯所以我没钱干嘛？我没钱在我的房间会嗯干嘛？我就没有事做，所以我就会打开我的书本学习中文。所以我3个月每天花了6个小时左右学习中文，所以我那时候有很大的进步，一下子有很大的哇，进步。其实就虽然很多是一个不好的嗯情形，但是对也是一个对好的学习中文的对，机会。其实对啊，其实很在多人在疫情期间，如果你有嗯设立自己的学习计划，其实都会学习到很多东西。对，嗯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疫情有时候好的影响就是你可以在家里好好的学习。对是的，对，是的，确实。那你现在在中国，我想你已经适应了中国的环境了，我可哦，以这样对，你说吗？问过，适应了，对对不对？那啊，我不知道我适不适应。我一开始对生活的方式，比如说，对吃的、喝的什对么的，也不这么适应，因为我们好像我胖了很多，一下子胖了很多，因为这里的吃东西的方式、吃的方式是不一样。我们美国只有一下子可以生菜只有那么多。那我对对就吃那么啊，多，我可以固看到，定的量，对，对，对特定的量，然后我可以靠我的眼嗯睛，再想一想，我想吃一半，我想吃所嗯有的，但是在中国啊，一直在加，在别加，人在给你在加，在夹菜，加，对然后啊，别人会给我嗯加，然后他们都嗯，催我，你多吃一点，你怎么快吃，哎，对，因为你会吃？是外国，你是外国嗯人嘛，要嗯，热情一点，对对。要有人对情味，对，对，我吃了很多，嗯而且我对中嗯国的零食嗯很好奇，因为嗯，我们美国没有你们这边的零食，所以我一直对，在唱嗯我要唱这个，我要唱那啊，个，我要唱啊，唱，对啊，零食小我唱胖吃了，太我多了，唱胖了，嗯，嗯，吃的特别多，对不对？对，嗯哦，那安娜你吃的，我觉得你已嗯经非常适应中国的饮食了。那你嗯有没有想过未来这几年，想过嗯，想过对，想过，未来这嗯。几年你会打算在中国一直生活下去，然后还还是换一是你门语言，换一个国家。换个国家其实去，或甚至是环游全世界，或者就回到美国，对啊。因为我记得安娜是特别喜欢旅游的人。确实我特别喜欢旅游。嗯要是你去年前年问我问，这个问题，我对，会我会说我还没学会中文，我想学哦，会中文才能嗯才能离开中国。现在对，我还是觉得我没有学会中文，嗯嗯哼。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学会中文，因为嗯中文真的，因为中文是太大的语言。从对，一个老师的角度，对，我也是，每次学生问我老师多久我能学会中文，我又不会。好意思说这语个得言是学不完好几的，对，十年。睡不完，学对不完的。对，对，睡不完，嗯睡不完。嗯，嗯我可以10年、20年、30年在学习中文的嗯语言和文化的嗯，背景，什么都要学对习对对，成语啊。对，所嗯以这个目标，我觉得达不到了。达不到，但对，是我可以继续学嗯习。如果我可以有一嗯天，我可以在机嗯场没有书，我嗯无聊的时候去一个书店买一嗯本随便啊，轻松的读，那我就满意了。嗯，对对啊，我对，懂，我懂，有基本嗯的阅读能力，对不对？对可以看得懂对，这门语言，对，对，嗯现在就了解。我要看嗯专门的那嗯。种那种啊，对对啊，学习者的书，可对，我们以。又有口语又有书面语，就是别的语言可能你学一段时间，拿起一本书就可以开始读，但中文真的是可能你日常交流学的特别好，但是打开一本书还是很难读下对。去，因为整个就是书嗯，面语了。对，我理解那个感受。现在在 嗯 HSK 书本学习，我在5级学嗯习，然后我嗯觉得4级还好，我考过了，然后我合格了考试。5级呢，一下子嗯变得很难，很难，对，嗯，难，没错。对，对。嗯但是
我最近去了台湾，那很五一，好啊。对，你来过台啊，湾，最近来嗯，过台湾啊，对，所以最近，可能你和所以茶叔在街上偶遇了，可能然后不认对，识。不一对，我擦在肩而过。台湾，我在台北，你在台湾嗯，哪个地方？我也在台北，我也在哦，就是台北。我在台在台北北，啊。这是在台北，我在台北，嗯然后我嗯在，因为我现在嗯刚刚签了下一份的工作的合同，是啊，2年的对，合在同，在台北2年。吗？不是深圳。在在深在深圳，深圳圳会在啊。工作嗯2年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嗯对，嗯所以嗯我固定的会嗯有4年在深圳的生活，嗯第5年呢，嗯我在想要不要去台湾，你很喜啊。欢台湾的那种感觉，你对不对？喜欢台湾？我哎，安娜，我喜欢。你前一阵子是来台湾旅游，是不是？对，嗯我在五一假期的时候，放假的时候来台湾嗯5天，我真的嗯爱上了台湾，你真的是嗯自己旅游，还是来找朋友？自己自己旅游，然后嗯你5天都在台北。嗯台北10分9嗯分北投，哦嗯，，OK OK，那就差不多了，对啊。都是对对，就是台台北湾北部。的附近，对对对对，对，对啊。为什么然后台北感觉跟这个深圳不一样？什么让你突然觉得啊，好爱这边的这个啊？呃，就嗯，是现在安娜要诶查出在这里，我要说点好话，对我要好好说话。没关系，安娜，没关系，我们两你个不是说什么都深圳的。你说什么都行，没对。关系。他应该真的很喜欢台湾的，我要听实，因为我看他之我想前看 嗯 Instagram，他是这样感受能传哦，达出来。我想要对。听实话，安娜，我要听你的嗯实话。你们都很对。懂嗯事，我嗯看到你们都很懂，嗯我不是要说嗯吗？你们很懂，嗯我觉得中国嗯有人跟我说，中国人跟我说，好像嗯世界上有2个国家，有中国和外国，哦，OK，嗯嗯，是这样的懂意思。感觉。对，对，嗯然后在台湾，我发嗯现有第3个国家，一个国际的中国。哦，啊你觉得台湾是像国际化的中国？更国际化的嗯中国应该，安对娜，你觉嗯得你会觉得在中国，好像中国人就会把全世界分成中国人跟外国人2个世界。嗯对，但是如果你来了台湾，发嗯现台湾这里的人不会这样区分，他嗯会觉得全世界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是的，国家。是的，嗯你是俄罗嗯斯，你是美国，对，你嗯是可能泰国，我们接纳嗯各种不同国家的身份，那种感觉是这对，样吗？就是这样的感觉，就是这样的感觉。而且嗯台湾有我很喜欢嗯日本的文化，还有文化，嗯。日本啊，菜，对对，对对，台台湾受湾有很日本多日本的影响，的文化影对。响很多。对。对，对所以对，这个嗯方面我很喜欢，有日本的，嗯有泰国的，有嗯菲律宾的，都有。都有嗯都有，就嗯全亚洲的嗯国家，很国际的，很会接受别的文化，嗯所以我喜欢，而且在台湾有一种在中国大陆没有的自由。自由。嗯。可是啊。对。深圳也是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啊。是的，嗯是的，而且我觉嗯得台湾的大自然是非常美丽。因为我喜欢，你去了北嗯投，你有去泡温泉吗？去了跑了，有啊。就OK，而且在泡温泉的时候，我嗯交了一个朋友。啊，你那么嗯厉害，啊。泡个温泉真的对，因叫为台湾在嗯北投最有名的就是温泉，阳明山的啊温泉。哦，那没有，阳明山就是那里啊。对，就是有可嗯以大家露天的，就是大家一块儿泡的，也嗯有一个人泡的都有。所以你要认识嗯朋友很容易，他可能就对在你的旁边跟你一起嗯泡温泉。对，啊，我在哦，我在女生都一起跑的那种的女汤对不对？在女嗯汤，对，女生，然后我嗯去爬山，我爬的那个七星山、象山、茶壶山。茶壶山，水壶的壶，茶壶的壶，嗯。那个，茶壶啊，茶壶茶壶茶山。壶山，山。茶壶对山。然嗯后安娜，你去九份嗯对不对？九份对，非常的漂亮，九份是最有名的对，很地方。漂亮。然后你也去十分，你说嗯十分瀑布吗？
10分，这个地对名叫1分、对2分、3分、4分，一就直9分、10分吗？没有，9分、只有10分是吗？只有9分跟10分而已。我觉得10分是那就去10 10分的，不去9分。 10分是瀑布，比较有名的对，是瀑10分瀑布。布，我是瀑布， 9对份就是那个电影《嗯悲情城市》取景的地方，非常有名。哪个分啊，呢？是分对数的分吗？几还是等份的份，几等加一个人字份的份。啊旁吧，那个，对，加个人字旁啊，9份。哦，对，所对，以外国人嗯去台北的话，都会去9份，因为9份非常美，非九常漂亮。分很美，9分是那个拍电影的，悲情城市的取景的对，地方。对，所啊，以对，所以安娜，你未来的计划，你可能会在深圳教书，再教个4年5年，然后或许你就会来台湾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在深圳，对，我已经在深圳快2年，然后他说在又签了2年，一共在4年。签了2年，对，所以跟一个国际高中，学校，对，学校，OK，很好，那对，之后就可能来台湾，计划啦，有只是计划，对嗯不对？不一定，对不嗯对？对，有可能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嗯我想去台湾感受一下，但是嗯我对一个方面有点担心，就是在台湾，我好像要重新开始学习汉字，因为他们用啊，繁繁繁啊，体体繁体字，字，对对，不会差太多啦，不会啦。那么多笔画，我这里很舒服，我拍子都能看得懂，但是哪里呃我好像我看英语才懂。啊，啊，好多但对是繁体字不熟对对，悉的话是不好可认的。是这个我跟你讲，安娜，嗯我跟你讲，你来台湾半嗯年就习惯了，因嗯为繁体字跟简体字的差异嗯不是那么大，基本嗯，上半年就可以适应。就日所以常的它没有那么多了，只对接还有一触几下。些常用的也有好多是一模一样的，对，对，嗯，而对，且在台湾的话，台湾的朋友特爱外国人。哦，嗯你坐公车，或者你在公车站牌等车，或者嗯你在哪里，马上就有人想要跟你讲话聊天，嗯哇，说英文。他们其嗯实想要练习安娜说我不想英文。说英文。嗯我不想说英文，我想说中然后文。安娜，我跟你说，他们跟你说英嗯文的时候，你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，他们就更爱你。他们要带你去嗯玩，带你去吃东西都可能。对太好了，对，因为我们这里最喜欢看到外国人了。哦，不管是吗？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，我们非常喜欢嗯外国人。嗯我觉得不错啦，这个计划蛮有意嗯思的。如果你想来台湾，而且台湾很缺英文老师，所哦，是以吗？外国人找工作在台湾找工作特别容易。我有一些学生从美国来的学生，他嗯，们在台湾就是不嗯断的教学生找那种 tutor 的工作，很容易就找到了，所嗯以生活一直都不会有问题。对，所哦，以在台湾很容易找，而且你不需要正式的 license。哦，你就可以教了。对，哦，嗯但是我已经办了我的教师教资格，师资格证他都嗯考了。那也没有关系，就是啊对，说在我考了，台湾，我考了，嗯我都办了。我这2年在高中，我嗯会积累积累经验。积累积积累对累啊，积累嗯积累你嗯的中文的这个教学的能力，经验，教学的就经验，不是中文的，就是就是教教语的，英文的教对对语言的能对力对，的经验教语言经验，因啊为我，OK，没有做嗯过，而且我觉得他们不是第一次遇到老师的小孩子，他们已经是嗯快是大快大人，人了，小大所以人，啊，他们对对对，会看着我就觉得嗯这个是真的老师，啊所以我嗯对自己有一些怀疑，现在我有点担嗯心，我想做好我的工嗯，作，对，对，没问题啦，安娜，我觉得，嗯听安娜的故事啊，我觉得安娜是一嗯个第一个很有想法，第二个你很喜欢突嗯破，你很喜欢你的生活有一些改变的人。嗯然后我觉得安娜学习语言也有自己的一套，就是她真的会去尽量利用那个学习的环境。你嗯看她真的说中文都不会讲英文呢，发现很多外国人讲中文的时候啊，会掺杂很多英文在里面。那安娜很坚持，她就是不要这样。对，所以我觉对，得，如果我真的想不起来或者不能说，我就拿出来手机，然后查词典，嗯对但是我不会说英文，对，这是很好的学习态度。对，嗯我觉得安娜现在还年轻，那我觉得未来你有无限可能，你可以，比如说这几年在大陆，
然后积嗯累你的教学经历。过几年你可以到台嗯湾，也可以享受不同的华人的这个生活环境。我觉嗯得这个对你来讲，尤其在中文水平的提升上嗯很有帮助。对，对嗯然后对，可能过几年你再去不同的国家生活，我觉得这个你的嗯人生就会非常精彩。嗯。对，嗯我同意，没错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嗯我在想，我不想浪费我的中文水平，我的能嗯力，我嗯，想一直在进步，嗯，一直在对，对，改善它。所嗯以嗯我在想，如果我不在中国大陆，我可能去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台湾、坡，对不对？新加坡。香嗯港，对啊，对，嗯香嗯。港的话要说粤语。嗯，对，香港也可以，普通嗯话应该也没问题了。香港应该也，嗯可以，尤其是因为我是外国人，但是中国人说普嗯通话，他们有变异，也不啊，是不能说，但是不愿意说。嗯他们不嗯，愿意对对对，和中国人说普通话，嗯但是对一个嗯外国人说普通话，他们是愿意用普通话回应他的。对，对，这个环境很特殊。嗯对，香港，对，台湾台湾没这个问题了，台台湾湾比如国语和普通话没嗯啥区别嘛，就是都可以，口音的，对，对。嗯就口音不一样，然后用的字就嗯，简体繁体不同而已。对，我觉得对对，是，口音安娜已经去了，都交到朋友了，所以我觉得在那对，对，边生活应我觉该交流不是得问题。再过2、3年，我可能会在路上遇到安娜。嗯我一很有可能。定要回去台湾，不嗯，用过3年4年，我一定要回去玩。旅游的话一定要再去，对，啊，我一定对，回去旅嗯游。所以安嗯娜，你那几天都就是自己在台湾这样子，在台北这样旅游。对对对台湾治安真的是蛮好的，然对，后再来就是真的很方便，台湾到处都是嗯便利商店，所以非嗯常方便，所以台对湾也是嗯蛮宜居的嗯一个其实地方。刚才安娜提到一点，其实我可能能理解，就是因为中国的整个政治体制和国外很不一样，所以你对，陡然来到中国，因为之前我们也说到这个核酸等等强制性嗯，的东西，嗯所以中国人方式和国外很不一样。但是你到对台湾之后，因为台湾的政治体制和国外是接轨的，所以对安娜会比较自在，因为她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类似的环境下，对，所以她会也更习惯这种生活。对，比如说，对嗯对，没错。比如说，嗯我去那个地铁的时候，也嗯捷运，对，嗯，不用把包放在那个安检点检查，对，对，嗯，不用，对对对，在嗯台湾都不用，都可以直嗯接上地铁，对，但是哦，在中对国不嗯行。啊，嗯中国中要过安国要把检的，要过安检，嗯中包也要对国的包过安检，要检查的哦，对就是放在一个那个东西上面，它会过去，它会哦，就像扫描的，看里很像机面有没有东，场那样，很对，像像机场那样机场一样子啊。哦，那啊。台湾真的是没有，在台但疫湾的捷情期间也比较管控也比较严格吧，就是但其实平常也需02年的要呀，也时候，需要，嗯对，但是说实嗯话，台嗯湾除非你是要上班的人，不嗯然嗯是也完全不用做核酸也没关系。啊除非你要上班或你啊，有特别活对对对，动的话，你嗯像我做自媒体嘛，所以嗯，我几乎都没有这样，我没不需要有做，就总下楼在台湾去，没有，我只有去要去补习班上课的时嗯候，我搓嗯了一次而已，做了一啊，次核酸，我就再也没有做嗯过了。所以那个疫情嗯期间，其实我个人没有做什嗯。么核酸，对。安娜，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？就是现在都没有任何的疫情的这个管控了，大家哦，都对，啊，什么放松了，嗯，疯了，对，真对，的，一下子都嗯，变了，就不嗯，管对，了，嗯对啊，因为因为他中国最近其实第二波来了，但是大家都无所谓了，嗯，对对对，很多无所谓。人感染无所谓了，了也都无所谓了，没因为关系的，症状比较轻。我同事阳了，同事最近，养生嘛，然后我又感嗯冒了，我不知道我是嗯不是阳了，可能，也无所谓了，也无也所谓了。没有人在对，意了，没有人在意，啊，我们都把嗯那个新冠当一个嗯，普通的感冒，感冒，对，流感，是的，对对，是的，对，嗯突然流感，之间全嗯部就结束了，这种感觉。不像中国回来他然后原来的政策，大家啊，都不每天要想了。每天要核酸还好2次、3次，你坚持住我跟了，你说，我来中国的时候，我嗯要隔离21天，对，那会儿要啊，隔离很久，对，要隔离对对很久。对然对，后我们做了核你酸，也不是嘴嗯巴的，是鼻子的，鼻子了鼻子的，啊，对，很很痛。痛，对，对，而且你那个要自己时候最严花的时候啊，酒店的钱，对那个吧？对，时候最严。还要嗯，21天还要自己还没付酒赚钱就店的钱，先花对，先了花钱。我21天的自己付。酒店钱，嗯对，哎，安嗯娜，最后我想
想问你啊，嗯现在有很多像你这样的学习者也想来中国生活，你会建议他们就来台湾，不，就来中国吧，就来大来陆吧。换吧。如果比如说安娜，你有很嗯多像你这样学习中文的朋友，他们也想去中国，你会建议吗？嗯你会觉得是好方法吗？给他们点建议吧。我觉得是去有语境的地方嗯哼，才是对。我觉得一定要去语嗯，境的地毕方，竟对，对，对语境的地方，然后可以学习嗯一门语言。但嗯是这个你提到这个方面，其实我在我认识，嗯在我身边没有那么多学习者，嗯有很多外国人，有很多人要来中嗯国赚钱、省钱啊，嗯什哼哼，么的，对看世界。对，嗯但是我跟他们都不一样，我来中国学习中文，还有对挑战自己，所以我可对对，以发展，嗯对，对，所以我可提以有高自己。自己的，对嗯，对，那所以对于那些没有语境的人呢，你有什么没建议？有语境的人的话，就我觉得算了，我没有说算了，开玩笑。其实我有很多嗯推荐，因为我觉啊，得听大叔中文。我认为对，看听大叔中文，参加李老师的课，对，啊，报名，快报名！哦，但是太对了，我同意。我认为的是，嗯我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学习方式，因为我对一个方式嗯学太久哦，的你会时间，太长的时间都会倦怠，对不对？腻了，就是会腻了，我会感觉腻了，或者我的脑子就会会倦怠啊，是一个东对。西倦怠，学久了，对，对，要所以保持有动我有力。很多很多不同的学习方式，所以我可以嗯哼，啊，换一个，随便换一对，个。比如说，保持有兴趣，对，对，我会做卡片、学习单词，哦，字卡之类的，对，对，然后我有那个 Anki 的，Anki，对，对，学习单词嗯软件，软件的 APP，然后我也有做笔记，对，你对对身对，边都有笔记，可以嗯看一下对，我的笔记，就是哇，很很认真，认真，很认真的，对，笔记，安娜很就认真的，然后嗯，我会有这些专看小门的，分级说，的看读物，阅读，对，对，就是嗯，Mandarin 中国Corner 的，中国风，然后我在 HSK 学习。上午第五集，对对，对，所以就然后是播客我也有嗯听播客，播客，我发现播客是很好的学习方式，因为有很嗯多不同的，有简单的，也有难比较理解的，难度的。对，因为现在我在听哪个播客，我很喜欢。原来他改了名字，原来是我不够好吗？但是现在是这个打个电话给你。打个电话给你，这个啊，OK，打个啊，电话给你，打个电话给你，对，我也想听听，两个女的，她们在聊天，她们在电话。我嗯记得我有很多博客像打个电话一样的那次，然后我去年开始下载这些博客，我打开了，一听就觉得不行，我听不懂，太难太了是吗？快了，太难了。但是现在呢，我走路回家1个小时，我喜欢走的，我喜欢走散步，啊，对， 1个小时回家，我能很轻松的听，听懂所了，以对对对，真的有感很大的觉到自己的进步，对，对，不会说，也不会说我能听懂每一个词，但是当然，我从上下文能懂得到，嗯能猜得对到的对对，意思，平均我同意，是85能听得懂。那已经可以对，了，可以享受这个内容了，就是对对，我们能发现安娜其实她用了很多方法，而且对她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，她让自己沉浸在这个中文的不管是语言环境，你看到和她的同事，她还有中国的朋友，而且她听播客，她很多时间都用中文充斥的。对，所以她其实就是一个方法对可能会无聊，它要是变换着，然后对始终
调动自己学习的积极性，我觉得这个而且每特别棒。个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方法。比如说，我去爬山，我不想带很多东西，所以我就会听播客，上地铁听播客，或者在软件刷单词、复习单词。这样我不要带太多东西。但是如果我有一个轻松的一天，我可以去咖啡馆，然后坐下来花3个小时看书。对，在睡觉前我都会看中文书。我觉得这个安娜最打动我的就是她真的就是敢于去表达自己。就刚才安娜她说，现在她学 HSK5觉得很难，但是安娜给我们证明了，即使是 HSK4的水平，也可以说得很流利。不是说你一定要达到 HSK6啊，你才可以说得很流利。只要你敢说就可以。我能感受到我现在，如果我用英语讲，因为我英语是我母语，我是英语母语者，我可以很优雅、很漂亮的表达我自己的想法，而且我很喜欢这样做，我觉得好玩。但是用中文表达，那不是特别美，有点粗。我觉得有点粗，但无所谓，你告诉别人你的信息，对吧？你要让别人听懂你。我还是能聊，我还是能聊，对，而且我能听得懂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我先要输入，对，然后可以输出说出来。对，对，我发现了安娜如果碰到很难表达的东西，她也会找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表达自己，会让我们懂她的意思，所以我觉得特别棒。这个非常好，就是中文学习到一个水平之后，不要再依赖自己的母语了，就要完全的用这个新学的语言去表达，或重新去描述。对，我早就开始这样做，尤其是甚至是用动作。如果我说肢体语言，我是说对，对他那个美国手语也有帮助了。对，安娜才来中国，他都不愿意说英语。别人和他说英语，对他这一点就是真的对语言学习是很好的。而且安娜又是手语的专家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肢体表达、肢体语言特别好。对，其实我已经在中国遇到了很多聋哑人，但是我们彼此看不懂，手语系统不一样，手语也是系统不同。对。美国的手语这个动作是叫做谢谢，然后中国的谢谢是这样啊。手语也不同的语言，但是基本能懂吗？如果虽然不行，完全不一样，非常不一样啊。不一样，系统不一样，不会说系统，是语言，有语法，什么不一样？真的是语言。对，我们应该叫语言。一个题外话，一共有多少种手语啊？在世界上？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手语。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共通的手语吗？世界上没有沟通的说话语吗？用英文啊？那最普遍的呢？就是用的最普遍的手语呢？也没有普遍的，没有普遍的。为什么没有手语为什么不能用同一个？我问你，为什么没有普通的说话语言？现在不是有一种叫世界语了，对不对？世界没人用啊，世界语没有人用。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我们有不同的语言？我问你。地域的每个人的地域位置不同，地理位置不同嘛，对，文化也不一样。因为历史上我们之前没有电话呀、网络呀，我们有海有山，挡住了生活的环境。我们互相沟通不了，因为太远了。对，所以手语也是一样的过程。那可是科技发展以后，就是开始觉得需要有一个用英语来，就是更方便的交流。那在手语界有没有一个这样比较普遍的一个手语？在说话的语言中也有叫 Esperanto，那就世界语嘛，那不就是世界语啊？对，但是没人用。跟李老师说的一样，没人用啊！大家就像发明出来，没人用。为什么没人用？我问你问的问题，我都已经知道会答案。我问你为什么没人用？
我是大当你们的老家都师。要重新再去学一门完全新的语言，到多难的呀！而懒吧，且大家都对，嗯而且没有文嗯化背嗯景，对呀，嗯，对呀，没有对，文化，没有是趣味，也没嗯有趣味，对语对对，言和文化嗯是嗯，不分不能开的。分开的。对是对，的，没错。有道所理，以手嗯语世界手语也有世界手语，但是没人嗯，用但是没有有人用，人学，对，没有人学。哦，我已经是，开始学习中文手语，但是我太嗯专一学中文，所中以我觉得文啊，学习嗯很难。中国的手语也是很难嗯了。今天嗯很开心邀请到安娜同学，安娜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她在大陆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她自己也是很积极努力的一个语言学习者。那安娜也谈到她很喜欢台湾，有机会要来哦。嗯当然，有机会当然，来找我。我会教那你。嗯，没问题，我们来喝安娜也提咖啡。到要多听大叔中文，对吧？对，没错。那这个我们在我的今天就引诱中，对，对对，那我们今嗯天就跟安娜聊到这儿，下次有机嗯，会再跟安娜多聊聊她的生活。那对，安娜有机会再邀请你喽。哦，好，嗯，那我们跟各位观众说再见喽。再见好的，再见了，喽，拜谢谢安下周拜。四再见谢谢安娜好，来，下周拜拜。再见。再见。